你有没有一种体验啊？就是你工作的时候，经常做着做着就会很烦，感觉很难，你不愿意做，也专注不了了。有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如何提高专注力。我们会先讲一下为什么你无法专注，它的原理是什么，而且我也会给出你一个非常好用、非常高维的方法。那如果你经常 emo， 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或者你经常拖延的话，你也可以好好看看，因为这个方法它可以同时解决这些问题。那我们先来聊聊为什么你无法专注啊？那老子其实很早在《道德经》里就提到过这个原理，叫长短相形，难易相成。什么叫长短相形呢？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你不能只专注在一条线上，因为事情它都是双刃剑。就比如说你在去专注工作学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忽略一些别的事情？我专注工作的时候，我是不能及时回信息的，因为我一回复，我回来就断片了。而且你做的时候会感觉越来越累，对不对？你做久了，你腰酸背痛；你想久了，你头昏脑胀。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去做什么，它都有一个度，因为它有一个后果。那到底怎么办呢？就是你要去把另一条线给平衡好，这样的话，你做的事儿才能成型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你大兵打仗，你的目的是攻下城池，结果你快攻下来的时候呢，你的粮草没有了，那这件事儿它就会败。就不成型了。你只有专注优势，补足劣势，你才不会崩掉。一长一短你都要兼顾到，这个事儿它才能成型。那什么叫难易相成呢？就是比如说你去做事儿的时候，是不是会经常做着做着就发现它变得越来越难，而且很复杂？对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其实和长短相形是一样的，就是仗打久了人都会累，你大脑用久了它也会满的。这个满其实我说的不是大脑容量啊，是我们的恐惧会满。什么叫恐惧呢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，它总是会让我们担忧和预想未来没有发生的坏事，回想起过往的痛苦。就比如说你做着做着，你发现我只做到1/3，你感觉后面还有好多，你就没有心情做了，你的心已经累了。那再比如说你做的时候，你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我说错了一句话，我有个事儿没办好，你好尴尬的，你就开始焦虑，就开始抱着头了，你心就不在了。那你回过神来看这个事儿，它就会变得很难，因为你没有耐心了嘛。那这个大脑的机制，它从远古时期就已经留下了，我们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，时时刻刻要预知危险。但是放到今天，很多时候它会变成一种障碍，因为没有那么多危险了。所以任何一件事儿呢，它都是一会儿难一会儿简单。简单的时候，它不是因为这事儿真的很简单而是因为你状态比较好，你大脑不乱。那难的时候呢，是因为你轴进去了，你一会儿没有解决一个问题，跟他死磕，你大脑就会开始给你制造各种恐惧，你就越来越解决不了，你没有耐心了。但是事情它真的很难吗？其实我相信一句话，就是你在做的都是老天觉得你能做到的。说白了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你也不会再干这个事儿。那我们就说简单点，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是一个可以分解的过程，你只要有耐心，你就可以把它分解，就能解决。所以到底该怎么做呢？老子说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就是说我们要去追求精神，不是什么极致的空虚啊。你看虚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没有物质，没有定义，只有空间，这个就是虚，它就是精神。那当你追求精神的时候，你会获得一种安静的感觉，就是说你的大脑它开始不制造恐惧了，它很安静很清晰，然后你要坚定的守住这个安静。你守住了的话，你就可以去不定义不主观的观察这个世界和事物，你就能发现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规律的。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大脑安静，你就会拥有一种看到世界规律和分解问题的能力。那这个时候你再回来看你要做的事儿，其实你一下就能看到步骤，你看不到什么困难，叫前后相随。就是说你只要知道了前后做事的次序，你就不会乱，你有一个锚点，你就能够去逐渐完善一件事情。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做事儿，它就是无从下手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从哪开始干。我要知道了顺序，是不是我就轻松很多了？那到底怎么能让我们的大脑安静下来呢？我给大家一个我经常在用的方法啊，特别好用，叫平静头脑静心。那这个最早是我师傅教给我的，我会了这招以后，我几乎一直都在越级打怪。我一般上来就是干的过程中我就会了。那这个平静头脑静心呢，虽然也是一种冥想啊，但是它其实非常简单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而且非常快，不用摆什么姿势，也不用盘个腿儿，也不用什么条件啊。它一共就分成3步，分别是呼吸、想象、溶解。那我们先来说呼吸啊，就是说当你脑子很乱，感觉事儿很难的时候，或者情绪化的时候，你就闭上眼，你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到你的呼吸上。那这个呼吸它是有节奏的，就是你的呼气要比你的吸气长1倍。比如说你给自己计数，我吸3秒，那我呼的时候就要呼6秒钟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的注意力其实它会跑的，你的大脑还是会蹦各种想法啊，你要尽快的去意识到这个想法，然后把它注意力再回归到呼吸上，这个叫守正。那你感觉呼吸的方式可以是很鲜活的啊，比如说你可以在吸气的时候想象一下，你的鼻子吸了氧气，然后你的肺部在扩张，然后你的氧气输送到你的全身的每一个血管，然后你呼气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的肺收缩了，你把全身的浊气都排走了，从鼻子里面。那这几个来回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心慢慢从憋的它变成安静了，因为你的思绪守住到一个地方了，你的注意力守住了。那这个时候就来到第2步，叫想象。
象，你开始想象一下你的眉间有一团明黄色的火焰，它飘在这儿，你就可以拿这个手在眉间比一下，会出现这种异物感啊，就有点像你戴眼镜的时候中间那个夹鼻子啊，它有一种异物的感觉。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团火呢，它是从你的内心发出的，就是你的内心很有力量的，它就是宇宙本身。所以你这团火它是煮海容山的，你就给它这个一个定义就行了。然后这团火它变得稳定了，你就开始让它往你的大脑里穿，就是从你的眉间啊，它原来在这儿烧着，你让它慢慢移动到你的大脑中央。那如果你想象的很好的话，你也会有一种那种失重感啊，一种穿透感。那第3步就是溶解，你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留出一点注意力到大脑中央这个火焰上，你别让它熄灭，然后你去搜索你所有的感受，好的、坏的、焦虑、担心、愤怒、快乐都可以啊。你搜索到了，把它全都丢进这个火焰里面，然后你想象一下它们都被烧没的画面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感受它本来都不存在，它都是假象。然后你就重复这个过程，搜集念头、情绪，然后丢进去烧光。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新的念头，你一样要丢进去，重复这个过程就可以了。然后你会发现你变得非常平静，因为你大脑都空了，它那个念头都被烧光了，你的呼吸也很顺畅，空气也很清新。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念头了，你就可以睁开眼睛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好清晰啊，你那些焦虑都不见了。你再去做事的时候呢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你能专注在事情上，而不是恐惧上，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个时候大脑里只要没有执着，就像一个格式化的电脑，然后你的心就变成开你这个车的人了。原来开你身体这台车的人是大脑啊，现在是心来指挥大脑。你有了驾驶员，你才能发挥出大脑的潜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本能啊，是大脑来控制我们的行为的。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有这种情况，就是你知道却做不到，你想做但是一直拖延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各种怕，各种担心失去，各种觉得我去做了以后会怎么样，你就用一些拖延来延缓自己的情绪，来满足自己的情绪，你就变得不自由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来一遍这个流程，这个流程基本只需要2分钟。你再看这个世界，你能保持清醒，那别人会很纳闷，你为什么效率那么高啊？那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你是一个开车的人，你有导航的，你去目的地你直线的，对吧？那别人是那台车，他自己都没有导航，他到处乱开的，他没有方向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你就明白我为什么我做事的时候很快了吧？就是我干扰就是少一点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干扰它不是完全消失啊，你动不动它就还得再来一遍，但干扰动不动还会出来，除非你能时刻让这团火焰在你脑子里烧着啊，是有这种人的，那很牛逼了。那像我这种呢，只能跟大脑来回之间抢这个驾驶权啊，因为我练的比较少，我比较懒。那最后呢，祝你能够在任何事情上都保持专注，拥有清晰自由的人生。我们下期见。